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的善意提醒遭曲解，网友不要断章取义。一场关于观剧习惯的善意提醒，却在短视频的断章取义中演变成教育观众的大型翻车现场。9月15日，演员程毅在直播中呼吁观众沉浸式观剧的发言被碎片化切割，程毅别浪费你的会员了话题瞬间引争议。然而当完整视频浮出水面，舆论开始逆转，原来所谓的教育观众竟是一场断章取义的误会。在长达10分钟的直播中，程毅始终保持着谦逊姿态。他开篇即强调观剧习惯因人而异，这是每个人的自由。随后7次提及观众是我的老师，表示认真看剧的批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。在谈到观影体验时，他才委婉建议，如果因为频繁暂停错过关键剧情，可能会影响会员价值的最大化。全程未有任何指责性、教育性的表述，反而多次感谢观众反馈。然而流传最广的短视频版本却精确删除了前40秒关于尊重观看习惯的表述，只保留洗菜刷牙别看了的片段，更将别浪费会员的语境从建议篡改为命令。这种带有明确导向的剪辑瞬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事件发酵后，有视频有真相成为关键词。有网友自发发布完整直播录屏，并逐帧分析语言逻辑，他明明是在说可能会浪费，而不是你们在浪费，前提那么诚恳的尊重被删得干干净净。更有剧迷调侃，这年头连看个直播都要自己找完整版，断章取义防不胜防。有学者指出，当10秒短视频就能定性一个人，我们大部分人已然陷入认知懒惰，宁愿相信情绪爆点，也不愿花3分钟验证真相。程毅事件并非个例，近年来，杨幂、赵丽颖等演员都曾遭遇发言被恶意剪辑的困境。某剪辑师透露，去头去尾改语境是爆料号的基本操作，往往前一句道歉和后一句解释都被删减，只留中间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。这种剪辑狂欢背后，是流量逻辑对真相的侵蚀。当明星每句公开发言都可能成为裁剪素材，他们不得不越来越谨慎，甚至逐渐沉默，这本质上是对明星表达权的无形剥夺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此次事件中大部分网友不仅积极传播完整视频，提倡自己看原片，强调拒绝二手信息，拒绝情绪投喂，从看完整语境开始。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被碎片化信息裹挟，当真相不再缺席于热搜，我们才可能真正告别被断章取义的伪真相时代。或许诚意的提醒本就适用于更广领域，别浪费你的信息甄别能力。在这个每秒钟都在产生爆点的信息时代，保持清醒的认知和独立的判断，才是最具价值的心灵会员权益。在当下短视频盛行、碎片化传播主导舆论场的时代，一句话、一个表情，甚至一个眼神，都可能被截取成片段，迅速引发海量讨论。演员程毅最近就成为了这样的受害者。9月15日，他在一次直播中的发言，本意是善意提醒观众如何更好地享受观剧体验，却因被人剪辑成命令口吻而遭到质疑。短短几个小时，程毅别浪费你的会员了的话题冲上热搜，一度引发网友批评。可当完整视频曝光后，舆论迅速逆转，人们才发现，这原本只是一次被断章取义的虚假争议。事件起因，10分钟直播被剪成10秒争议。在那场直播中，程毅保持着一贯谦逊温和的态度。他开篇就强调，观剧习惯因人而异，这是每个人的自由。随后更是反复表达对观众的尊重。10分钟的交流里，他7次提到观众是我的老师，
并感谢大家对自己作品的批评和建议，认为这些意见让他在演技和表达上获益良多。在谈及如何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时，程毅才小心翼翼地提出建议：如果因为频繁暂停、分心去做别的事而错过了关键剧情，可能会影响会员价值的最大化。这句话语气中带有明显的委婉和善意。然而，流传最广的短视频版本却将这段10分钟的发言剪成了10秒钟。视频删除了前40秒关于尊重自由的内容，仅保留洗菜刷牙别看了这句话，并把可能会浪费篡改为你们在浪费。语气上的建议被生生剪成了命令。于是，一个善意提醒在传播链条中变成了教育观众，也由此引爆了舆论。网友反转，有视频有真相。随着事件发酵，不少观众开始怀疑短视频的真实性。很快，有网友自发发布完整直播的录屏，并逐帧分析程毅的原话。有人指出，他明明说的是可能会浪费，不是你们在浪费，语气差别很大。还有人强调，开头就讲了尊重观剧习惯，这才是真正的态度。当完整视频被更多人看到后，舆论风向逐渐反转。许多网友开始为程毅发声，别再被断章取义带节奏了，现在看个直播都得自己去找完整版，不然真是防不胜防。甚至有剧迷调侃，果然不能只看10秒视频，害人害己。这一次，公众的主动求证让真相没有长期缺席，也让事件逐渐回归理性。断章取义的背后，流量至上与认知懒惰。程毅的遭遇并不是孤立。近年来，许多明星都因被剪辑而背负骂名。杨幂、赵丽颖等人都曾公开澄清过自己的发言被恶意篡改。某短视频剪辑师就直言，爆料号的基本操作就是去头去尾改语境，前一句道歉，后一句解释都删掉，只留下最容易挑起争议的部分。这种操作的逻辑并不复杂，争议越大，流量越高，平台推荐和广告收益也就越可观。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则在于受众的认知懒惰。当一个10秒视频足以让人迅速下结论时，我们往往不愿意花3分钟去验证完整语境。于是，最情绪化、最容易挑动矛盾的片段，就成为了舆论的真相。有学者指出，短视频时代，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往往被牺牲在流量逻辑之下。公众习惯于接受碎片化内容，而非花时间获取全貌。这种习惯最终让虚假或偏差的信息更容易扩散。明星的困境，话语权被无形剥夺。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，明星成为了高风险群体，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、每一次公开露面，都可能被人2次加工。当碎片化视频以惊人的速度扩散时，即便事后澄清，也往往难以完全消除负面影响。于是，很多明星不得不越来越谨慎地对外发声。原本自然而然的交流，逐渐变成小心翼翼的文字游戏。有人干脆选择少说话，甚至不说话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误会。这种被迫沉默，其实是一种话语权的剥夺。明星失去了自由表达的空间，观众也失去了了解他们真实想法的机会。长此以往，明星与观众之间的信任感会越来越弱，反而让谣言与误解更容易生长。公众的觉醒，拒绝二手信息，拒绝情绪投喂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在这次事件中，大部分网友并没有被10秒片段完全带偏，而是主动去寻找完整版视频，验证事实。有人提出拒绝二手信息，从看完整语境开始。也有人强调，不要被情绪化的片段牵着走，真相往往需要耐心。这种态度的转变，说明公众正在逐渐觉醒。我们开始意识到，不做情绪的奴隶，不被碎片化操控，才是真正的理性消费。或许诚意的提醒，
本来就不仅仅适用于观剧别浪费你的会员，也可以延伸为别浪费你的信息甄别能力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个人都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和独立的判断，这比任何会员权益都更珍贵。在碎片化时代，守住完整与理性。从程毅这次被断章取义的事件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舆论风波，更是整个短视频时代的缩影。碎片化传播带来了便利，也带来了风险。它让真相可以快速传递，但也让谣言有了可乘之机。当10秒钟的片段就能引发海量争议，我们更需要提醒自己，真相从来不是被动等待，而是主动寻找。只有拒绝被二手信息裹挟，坚持看完整语境，我们才能避免被误导。程毅的经历或许是一记警钟。对于明星而言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；对于观众而言，更要学会甄别信息。毕竟，在这个每秒钟都在产生爆点的时代，最珍贵的不是会员资格，而是我们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。